宜居是一座城市向往的目标。绿色发展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人和历史文化的关系。你心目当中城市应该什么样子？吃的比较开心，住的比较舒适，更人性化，历史悠久，有底蕴，交通方面绿化越来越多，有山有水，空气好，城市的风景、生活还有工作可以融为一体。公园城市，大家对景观是直观的感觉，环境质量它是公园城市的一个基本底色。家住在什么地方？是在这儿来玩的吗？啊，对，感觉这儿怎么样？很好玩。跟以前有什么变化吗？平时除了跑这儿，还有别的地方去吗？这都是小区附近的。哎，对对对，小区附近拍的不错啊。一个城市要跟上时代的变，但是又要保留自己传统的不变。了解了这么多，我想我应该知道该开讲什么了。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开讲了的大力支持。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标志，很多人可能一眼就能认出来，太阳神鸟。对，此刻我们就是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讲了录制的现场。而且此刻在我们录像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游客在感受着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的历史。成都真的有它太明显的城市特征。不说别的，昨天我到成都的时候，一下飞机，一走进航站楼，浓浓的火锅味儿。我和我的同事一边走着一边，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特征。我觉得它一下子燃起了你对生活的很多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我们今天请到的开讲嘉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啊，几十年来的研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宜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有请贺院士。田您好，大家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请坐。成都人保养的就是好，好山好水，好皮肤。您特别像个艺术家，感觉科学和艺术是不分家的，用科技把人心目中对生活最美好、最诗意的艺术的想象展现出来。对，就是大家一说跟环境有关，就总觉得好像是什么园林绿化呀什么。其实，贺院士研究的跟这个好像还没关系。您研究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对，我研究的是天上蓝天大气污染的治理。对，您就是那个传说中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火锅的气味儿，我们不管。所以你看，成都人3句话不离火锅底料。您好像18岁就对到北京上大学了。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您对这个城市变化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大、快、绿。第一是说面积在扩大，对，是说当年的成都跟今天的成都。第二个是快，就是发展的速度速度快、节奏快、交通便利，便利，对，这个移动快。绿，整个的这个绿地的面积啊，跟以前比明显的增加，大概这么一个很深的印象。未来我们的城市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究竟在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那同样的2个中文字“宜居”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我们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它？接下来把讲台留给贺院长，有请贺院长开讲。谢谢。
回家的感觉非常好，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金沙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的城市史往前推到了3000年前，大家都把它看作为成都城市史的一个开端。早在45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晚期文化叫宝墩文化。那么之后还有像三星堆这样的遗址、金沙遗址，这一系列遗址的这个发掘出来，能够寻觅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先古的人啊，从岷山深处的这个崇山峻岭啊，是沿着这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岷江水系，那么一直在往成都平原迁徙，经过了5代蜀王不断的探寻和苦心的经营，那么最终到了开明9世的时候，国都啊最终放到了成都。所以当时咱们也有一个说法，叫做1年成聚，2年成夷，3年成都。从此啊，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发展成了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那么终于结束了漫漫的2000年的这个古蜀国的这种探寻最佳聚居地的这种寻觅之旅。那么从古时候再回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欧洲的工业文明开始，近现代的城市的发展非常迅速的发展起来。那么英国是这个工业文明比较早的一个国家，那么英国到今天它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90%，全世界的平均水平1950年城市化是30%，到了2018年是55%。再看我们中国，就是新中国成立在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0%，到了2018年是60%。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城市化率迅速的在发展。问我们现场这个听众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当他达到一定条件、有条件的时候，他很差，还号称4星级宾馆，这个速度那么慢，等等等等。然后结果就是你看咱北京，这个我去吃一碗拉面，10块钱一碗的那种店，那个 WiFi 信号都很好，还是免费的。那旁边一个说哪止10块钱，我吃8块的也有啊。但紧接着下来的就叹口气，说今儿北京这空气质量又不怎么样。13、15年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说咱就是这点还不如人家。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空气问题、水的问题、绿地问题、拥堵的问题，归纳到一起，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叫大城市病。那么最明显的就是环境质量。人类历史上对环境出现这种城市病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伦敦烟雾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当城市聚居污染环境问题出现到极端的时候，会死人的。
52年的12月4号到8号5天时间，那么由于这个空气污染以这个颗粒物就烟尘和二氧化硫聚集那个浓度快速升高，伦敦人急性死亡聚集增加4000人，然后送到医院去救治的2个月之内，有的好了，还有多少人没有好？8000人。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它好的经济繁荣的一面，又要它生态环境好的一面。如果说城市出现了这样生态环境质量的问题，那么我们肯定不会认同这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宜居，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家也不是太生僻的一个成语，我认为是对宜居最好的一个诠释：安居乐业。什么是安居？我个人的理解，安全、安定，按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安逸。那么乐业，你简单的字面说是愉快的工作。所以说，一个城市要给不同的人群提供能够发挥各自的能力和潜力的那种就业的机会。我要解决城市病，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探索。那么我想要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各种探索里头，在我们成都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探索的模式、方案和理念，就是公园城市的建设。大家因为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公园城市的理念、模式和探索在我的家乡成都第一个提出来。公园城市，大家对景观是直观的感觉。从我的专业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时候，我更多的想到的是环境质量、蓝天、碧水、土壤、绿地啊等等，综合起来的环境质量，它是我们公园城市的一个基本底色。在成都，在全中国，从13到18年这6年时间，实际上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我们的空气质量在不断的改善。成都 PM2.5 在2013年的时候，年平均是99，那么去年是多少？大家知道吗？去年是51，今年的1到10月份是多少？大家知道吗？38。在过去的6年当中，全国平均 PM2.5 的浓度下降是在42%。所以我在听到很多的这个家乡的人在讲，感觉到这个空气质量在好了，就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数据给出来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大概是17年的时候，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听见2个人的对话，就在我的前边，就讲到，好像这2年空气质量变好了。然后另外一个说：“是啊，我这1个冬天都没戴口罩。”然后完了，第3个人说了一句：“说可不是嘛，他们把工厂都关了，空气质量当然好了。”那么我在后边就在想，说大家认同了这个改善的效果，但是并不完全了解改善后边都干了些什么，干了很多的事情。1996年，中国的火电厂就每立方米排1200毫克这个污染物，就算达到标准，大家猜一猜今天的标准是多少？一半，100，再往低了猜，50，我告诉你，35，就是。那么这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个标准已经比欧美的要求还要高。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支撑，是大幅度的提高了现有的工业生产里头的环保的标准，所以远远不是说把工厂都关了那么简单。其实现在不仅是中国，
全世界这个空气质量的挑战都还远远没有彻底解决。今年的这个6月5号世界环境日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叫潘基文，专门讲过近几年中国的空气质量改善的这个过程，按联合国标准来讲是冠军。这是他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个原话。那么我们知道，环境质量里还有第二大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水。有一个老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城市的市，古时候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依井来成市，所以叫井和市。所以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市井，对吧？这跟我们城市密切相关。买房子的时候，什么地儿好啊？水井房，因为大家认为那个东西更好。但是如果说变成是臭的、脏的、黑的，就是现在说的叫黑臭水体，那么我们肯定不会认同这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泰晤士河曾经是一个臭水沟，在中国有很多城市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上海的苏州河在80、90年代的时候，曾经就是一个臭水沟。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苏州河是穿过了上海繁华市区的。由于苏州河流水系里的一些支流啊，涉及到大概2000多个，所以非常的复杂。但是经过了这么10几年对河网、管网这些综合的治理，那么今天的这个苏州河，那么它已经变成一个上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成都在探索公园城市里边，不仅仅是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条线，还有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线，就是生态空间的拓展。城市病里头，其中有一个是压抑感、拥堵，不仅是交通拥堵，就是哪哪都是人。就如果大家周末都只有去人民公园的那种选择的那个年代，那你很难说你是安居宜居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在成都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拓展生态空间的这个事情。天府绿道目前已经建到了累计在3000多公里了，建成之后1.7万公里。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是1200平方公里。这个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成了它最大的一个绿星，一个非常值得期待而非常值得尽快去努力建成的未来的一个空间。小开划重点了，人类自古就开始了对宜居的不断探索。发展至今天，理想宜居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何院长说，其实智慧的古人早就给了答案，那就是安居乐业。那么怎样才算安居？何院长认为其中有2点最重要。第一是良好的环境质量，蓝天、碧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共同构成宜居城市的底色。第二是拓展城市的生态空间，这需要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更好地融合城市和乡村，拓展绿色空间范围，将城市融入在大自然中，让绿色触手可及，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那么乐业又是什么？且听贺院长继续开讲。以前我们一说，一搞业是不是就有污染？一有污染，那就是城市病。那么我想，业现在也有了很多好的这个解决办法。2句话，一个叫生态产业化，另外一个叫产业生态化。大家知道，重庆受影响最大的是修三峡库区蓄水。那么重庆的涪陵区有一个村叫木河村。说涪陵，大家有什么能够马上想到的？对，榨菜。库区蓄水之前，它是在河谷里头有这个坡度很小，几乎是平地的地方，可以去种水稻、种榨菜。但是库区蓄到比较高了以后，那个2侧就陡了，你再去种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2个结果：第一，收成很差；第二，可能水土流失。所以他们最后找到了一种办法，是什么呢？去种龙眼儿，
就是经济植物，它很适合在一个比较陡的坡上，所以到今天龙眼的收益比当年榨菜的收益3倍。生态产业化真是让绿水青山能赚到钱。那么产业生态化2层含义：第一，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产出提高，能耗物耗降低，这是传统产业。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产业要产生，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金融、通用航空、智能制造。比如说福州靠近海，所以它在海洋经济上，就海洋工程材料啊，海洋的医药食品产品啊，等等，造就新的这个就业的新业态的这种出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这2个，如果我们把它都做好的话，乐业这部分跟安居这部分就能够和谐一致。未来的宜居，我们一定是变与不变的结合。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3000年的东西，一个城市的人文和它的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未来的城市也有要不断的变的东西，要精准加智慧，说智慧交通啊，精准医疗啊，在这个不变和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推出不同升级版的安居乐业，这就是我们未来追求宜居目标去共同努力的地方。谢谢大家。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请坐。您今天用的开讲的方式跟您平时讲课是相似的，相似的，好听。但今天因为在座的大家是观众，所以您还比较客气，经常是让大家猜。我估计您在课堂上直接就是来，你起来。我们讲的说学问不仅要学，更要问。更要问，就是在互动和交流中，大家建立一个共识。对。但您的刚才的互动也效果特别好，讲课都跟双11带货一样。看来我有新的职业的机会。大家猜多少？80不？多少？50不？多少？我告诉你35，然后底下哇！谢谢。这你不看数字的话，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只能从感受上来说。但是，一看数字，你才知道这些感受其实是建立在真切的科学依据上。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今天现场的青年代表。来，哪位？来，你先来。萨老师好，贺院士好，我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我叫何燕。哦。谢谢各位。东道主。因为我作为一名旅游从业者我亲身经历了这几年成都的一个人气的飙升所以我想问一下贺院士，如果您的外地朋友想来一次成都一日游，您会推荐哪些地方？为什么？宽窄巷子，杜甫草堂，熊猫基地。您跟旅行社推荐的也差不多。为什么是这3个地方？熊猫嘛，是这儿的这个四川的一个标志性的。然后呢，这个宽窄巷子呢是代表了这个民居的一些特点，市井，对。而杜甫草堂带有人文和历史文化。熊猫如果代表的是环境，那么环境、文化和当地的真正的生活气息，这3个地方都能代表。您应该再加一个金沙遗址博物馆。谢谢萨老师。因为到一个城市，一定要从这个城市的开端来入手，来了解这座城市。所以金沙遗址也是我们这个推荐外地朋友来的必经的一个景点之一了一定要来的。我们现在特别的想要规避的是说千城一面。成都它拥有的历史人文的东西，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你曾经的丰富，是不是未来也丰富？
就非常取决于我们发展过程当中保护的意识。城市建设里大家经常讲叫拯救如新，还有一个话叫拯救如旧。实际上，拯救如旧的难度比拯救如新的要大得多。希望能够把不变的东西更多、更充分地保留下来。谢谢，谢谢贺院士。下一位，贺院士好，萨老师好，我想先给大家放一个音频。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什么？熊猫是这样叫的呀？对。大家的那个意识范围里面，熊猫可能没有声音或者不会叫。其实熊猫有很多种声音。发情期的时候，比如说两个看对眼儿了，它有可能会出现羊叫和鸟叫。比如说小猫，我们所有的熊猫我们都会叫猫，不会叫这个大熊猫或者小熊猫。对，小猫，然后突然之间被吓到了，它可能会发出一声狗叫。对。吓出狗叫就是。对对对。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我叫熊瑜，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哇，这是个巧合是吧？就是。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呵，命中注定。我还以为他们招饲养员只从姓熊的这边招。不是，我们招饲养员的标准是动物方面的专业。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大熊猫。大熊猫主要吃的话，大家都晓得是竹子和竹笋。我一般的话都会早上嘛8点半开始给它添加新鲜的竹子。其实竹子的品种是很多的，但是可以供熊猫吃的可能就只有那么10多20种的样子吧。然后10点钟的时候，比如说窝头来啦、苹果来啦，我就会给它们喂窝头和苹果。然后下午2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打扫，就是把之前吃完了的换出来，然后再次添加新鲜的，扫一下粑粑这些，看有没有啥子问题，可以反映它的那个就是采食状况如何。四川成都作为很出名的旅游城市，同时也是大熊猫的故乡，在此欢迎大家来四川成都来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游玩。刚刚大家看的还高兴吗？高兴吧？开心。我有一个道具，就是这个关于竹子这个东西，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2种竹子，大家能分辨出来吗？来，我们这样啊，从我这边编号1、2、3、4，然后贺院长手中是4、5。我拿2个，你拿1个。对，你拿1个。对，3。把它分开一点。1、2、3、4、5。成都欢迎你。刚刚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来，认为有1号的请举手。1号人不少哎。2号。2号怎么这么没人缘啊？1个人都没举手。3号。哇。4号。4号人少。5号。哇。基本集中在135。135。从这里面，贺院士帮我们排除一个。对。排除中间这个。3号，把3号排除掉。所以贺院士最后在大家答案的基础上，确认了是1号和5号。恭喜您回答正确。巴山的那个巴山木竹，然后5号这个是苦竹。那个熊猫吃的话，巴山木竹是吃竹叶，然后苦竹是吃竹杆儿，所以说它是每一种不同的竹子采食的部位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那个刚到熊猫基地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每一种竹子都来尝的。我们都吃过。你们要吃啊？对。然后这里面有一种，其实熊猫也会吃，就是这个弱竹叶。弱竹叶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包粽子，对它又叫粽叶。这两种的话就是观赏竹。我还之前听说过有一种叫箭竹，有，也是熊猫吃的吗？是，在全世界吧，然后其实有很多个那个竹子的品种，成千上万个，好吃吗？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不光是清香的味道，有一种甘蔗的味道。对，就像甘蔗嚼到最后，那个糖分都基本上嚼完，但是还有一点点那种清香的渣渣。谢谢，好长知识。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熊猫基地是一个迁地保护嘛，种群的恢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觉得大熊猫，它是国宝，就值得我们保护。但是还有在一部分人的那个眼里面，觉得说，就是国宝嘛，就是到底我们保护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从那个就是生态和环境方面，你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我们这个人，你说宜居，那么人要健康，你依赖它生存的这个环境也要健康。那么这个环境到底是不是健康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生物标识物来判断它。苏州河的河口，它跟海结合的这个河口，以前没有变差的时候，是有海鸥的，那个海鸥的这个闻到这个臭气儿就再也不来了。但是今天一个标志性的就是海鸥回来了，所以这样的现象你不用任何什么仪器监测的数据衡量你的水质绝对公平。然后还有就是里边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种类在不断的恢复，这都是我们判断它好与不好的标志。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保护大熊猫，实际上大熊猫也在保护人类。谢谢贺院士给我们的从专业方面的讲解。其实在中国最早的时候，很多地方是有熊猫的，但是现在熊猫主要居住的话，就是在陕西秦岭，然后大巴山脉或者是那个甘肃这些地方。从最早的食肉到现在的那个采食竹子，然后从全国大范围采食竹子到了这个地方，那肯定跟这个地方或者环境这些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大熊猫对于四川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晴雨表。谢谢，谢谢小熊。不要大家总觉得它是一个国宝，是一个标志。其实刚才贺院士说了，它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链条。别问保护这些环节有什么意义，问一问，如果这些链条都消失了，只剩人类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下一位。贺院长、萨老师好，你好。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东北那嘎的人。实际上呢，我的人生轨迹呢，其实跟贺院长很相似。我是17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成都，就落户到了成都。我现在可以很高兴或者很自豪的跟那个贺院长说，我现在是您的校友兼老乡。鼓掌。但是呢，就是在我来成都的前一天，我的老师啊，他也是四川人，他也跟我说了“少不入川”，希望呢我能在成都这边能够保持一个奋斗的一个精神来进行这个创业。然后呢，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呢，他们也觉得成都是一个很安逸的地方，觉得可能跟这个创业的氛围并不相同。我最开始的时候啊，也在反驳他们，也想给他们解释。但是随着我身材是越来越胖了之后，然后呢，什么意思？我17年来成都的时候，我可能跟萨老师的身材差不多。啊，就。这2年你经历了什么？小鱼没有2年，小鱼只有3个月。你是3个月变成这样的？是的。哦，那你还不错，你这2年控制的还可以。我现在的解释就越来越苍白了，然后他们也确实觉得是不是这边生活太安逸了。我就想问贺院长，您是否鼓励您的学生也像我们一样到成都来这边来创业安家？不是是否，是已经。我有很多学生已经在成都
并且不是四川人。我还是觉得就是少不入川呐、什么老不出蜀，这个它是有一定时代的这个烙印的，是在早期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年代说的话。在今天，航空、高铁，所以你可以做到早上入川，晚上出蜀。成都人的心态是非常开放的，乐见八方客吧。但是从骨子里呢，还是非常的奋斗。所以说，一个城市要给不同的人群提供能够发挥各自的能力和潜力的那种就业的机会。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创新意识也非常强。那么所以说，无论你是搞理工的还是搞人文的，这儿都有非常大的天地，所以不要被秦岭把眼睛挡住了。实际上，我的父母啊，曾经有一次啊，背着我偷偷的来我的工作环境考察过。他们之前啊也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东北老家嘛，对四川这边不太了解。然后看过了之后，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儿子，就在这儿，别走。”你应该跟你爸妈说，不光我别走，你们赶紧来呀！对，他们也确实想过来。然后呢，就是不止我身边的同学来到成都的外地人，不知不觉身材都变样了。可能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发现啊，就像在座的各位，就本地人身材都很好，怎么吃都吃不胖。我们心里就在怒吼：这是为啥呀？最重要一条，充分利用天府绿道。只有一个办法，控制你自己。下一位，沙老师好，贺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北部，剑阁县东堡镇。那么现在呢，也是双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那么我现在呢，也是带领着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创业。哇，好年轻的书记！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家乡父老的创业的产品，想请2位老师品尝一下。哎呀，好。呵啊！这个是幸亏刚才我吃竹子没吃饱。这个是竹筒饭。来，您来一个。因为我们当地盛产竹子，所以呢就结合了我们的大米，还有我们剑门关的土鸡，包括了加了一点青豆啊，你可以品尝一下，给我们多提点建议哦。怎么样，好吃吗？你就说你的，我现在没空回答问题。您因为待会儿还要回答问题，您先给我。你看，我先拿了一个桶，大的桶。院士挑的就跟我的口径都不一样，所以跟腰围成比例。邵老师，我觉得这个，吃了别人嘴软啊，你这个。以后你要多帮我们打广告，多帮我们宣传宣传啊！我还得帮熊猫打广告，我刚才还吃了它的竹子。创业真的太不容易了，特别痛苦。如果再让我选择的话，我真的不会再选择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也谨慎选择。很坦诚，很好，很好。没办法，现在你不得不坚持下去，因为你现在已经跟老百姓有一种牵扯不清的关系了，扯不掉了。牵扯不清，应该叫难以割舍的关系。但是我四川话嘛，就是扯不抻头啊。对，说老百姓他虽然脱贫了，但是这远远不够。我觉得跟城市相比来说，我们的收入还差得很远。就是如何能够连接好我们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我希望的就是说，以后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能够跟城市里面的人一样，甚至超越他们。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就是如何能够连接好我们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非常感谢你在这个地区啊，应该非常辛苦的工作，因为未来的美丽中国的发展一定是城乡差异变小。在成都平原，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农家乐，叫做川西林盘，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词，它把这个林田相连，林宅相连，就标准的这个川西林盘是跟这个江南的那些水乡的一些东西都有可比性，并且是有不同的特点的。它通过这个给我们一批乡村的这个老乡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旅游业、康养业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就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之间，那么它的融合会为未来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一个更好的衔接的这个模式。国家对于更大区域的这种发展，有一个叫3线1单，就是生态红线、环境底线、资源上限和未来发展的负面清单。3线1单是绝对不能突破的，并且这个3线1单的划定依据还跟不同年就环境逐渐变好，那么它的约束还更加的清晰，更加的严格，大概是最严格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还需要共同来努力奋斗。特别感谢贺老师给我的解答。那么我相信，我不后悔在农村扎根农村，真的。那么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平台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农村的建设当中来。谢谢大家。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位青年代表，他的这种状态，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四川人内心的除了舒适和安逸之外，奋斗这种坚韧的这种状态，对，就在他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而且说话都是不容置疑。劝大家不要创业，但是他说为什么他走不了现在？因为他真的是已经和扎根的这个地方也好，已经融合在一块儿了，所以他的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是痛并快乐，这特别好。祝你们那个地方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今天您觉得跟他们聊天特别开心吗？非常过瘾。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您在飞机上听到普通的乘客聊天，听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心声，我觉得其实未来可能都会体现在您和您的同事的研究成果中，最终都是为了为我们创造一个宜居的环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今天这个开讲的地点特别有意思，从一个城市3000年的起点开始，就在大家的旁边，在这个玻璃地板的下面，是一个3000年前就生长在这里的一棵大榕树的树根，而此时此刻，它和我们在一块儿，在感受着这个城市3000年的变化，而它的生命也通过其他的方式，遗传在了我们周边的这一片绿色当中。所以我在想，这或许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城市有它的根，就有了它的未来。而我们这些城市的未来，只要不忘了根在哪儿，我们就能让它枝繁叶茂。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院士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有意思、这么有温暖、这么有色彩的一个话题，谢谢。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祝愿这个城市未来越来越美。感谢各位收看开讲，再见。比较满意。如果要打分的话，打个80分。想过，我们很多同学都说，干脆我们一起在哪儿去建房子啊，等等等等，就可以有很多好的回忆嘛。那么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向往。